世界上最大的10头牛，肌肉猛男比利时蓝牛竟只能排第10。如果你曾经生活在农村，应该或多或少会见过牛。今天阿军收集了10种体型庞大的牛，有的造型独特，有的肌肉壮硕，还有的可能是你每天都会吃到或者喝到的。那么就跟着阿军开始今天的寻牛之旅吧。第10名，比利时蓝牛。当你第一次看到比利时蓝牛时，你可能会想知道它是否经过某种方式的基因改造，或者它是否经常去健身房服用提高运动表现的药物。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肌肉发达的生物100%是自然的。比利时蓝牛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它们的一种蛋白质基因不能正常发挥作用。这种蛋白质名为肌肉生长抑制素，是调节肌肉生长的激素。它虽然看起来如同公牛界里的罗尼库尔曼，但看它步履蹒跚的样子，却又像迟暮的老年人一样。你觉得这些健美牛是否从出生就如此壮硕呢？其实这些极端的肌肉并不在出生时出现，小牛在出生后4到6周才开始生长肌肉。这些壮硕的牛类经常体重在2500斤以上，体高148厘米。这是满屏幕的优质蛋白质啊！说起它的名字，你或许会好奇，它的颜色也不蓝啊，为什么称呼它为蓝牛呢？之所以叫蓝牛，并不是指它们的皮肤色调，而是指它们蓝灰色斑驳的毛发。这个品种的皮肤颜色实际上从白色到黑色都有。不过其实这种体型对它们来说并不是好事，它们的大体型使它们易于患上关节问题和心肺问题，它们也很难自然分娩。这就意味着大多数比利时蓝牛的出生是通过剖腹产实现的。这种牛的祖先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它是通过将来自英国的短角牛品种和本地品种进行杂交得到的。比利时蓝牛也的确没有辜负它身上的肌肉，这个牛品种的牛肉比较硬，脂肪含量较低，所以吃起来会比较柴。然而其实越柴的口感，做成风干牛肉的味道会更加的美味，你们说是不是？如果说是你期待自己也拥有这种不运动也能瘦并且还长肌肉的基因吗？第9名，内洛尔牛。让我们一起穿越时间，回到了2000多年前。想象一下，雅利安人将内洛尔牛的祖先带到了印度。如今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惊喜地发现，在巴西有超过500万头纯种的内洛尔牛在繁育。甚至下一次你品尝来自巴西进口的牛肉时，不妨想一想，可能你吃的就是内洛尔牛的肉。让我揭开神秘的面纱，介绍一下内洛尔牛的特点。你看，它们肩部和颈部的顶部有一座独特的托峰，它们的腿长而健壮，足以在水中漫步。内洛尔牛几乎可以适应所有气候，除非是极寒的环境。你可能会惊讶于它们的高温耐受性，并对各种寄生虫和疾病都有天然的抵抗力。其中最优质品种的种牛可以达到你无法想象的价格。在巴西拍卖场上，这头巨大的白牛居然卖出了430万美元，创下了史无前例的价格记录。你以为这就完了？还有更逆天的。据《卫报》的报道，这种优质种牛的小蝌蚪每0.55毫升的剂量都可以卖到5000美元，真是天价呀！在巴西，这可是备受热爱的品种。内洛尔牛占据了巴西80%以上的牛群，那可是大约1.67亿头牛。它们不仅在巴西流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该品种的公牛已被出口到西半球的许多其他国家。你对牛有什么了解呢？在你生活的地方，哪个牛品种是最常见的？和我们分享一下吧。第8名，蒙贝利亚德牛。想象一下，一头牛能够遵守一切规则，并在所有测试中表现优异，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优等生蒙贝利亚牛。它的原奶美味且口感丰富，完全达到制作奶酪的所有质量指标，同时它的奶量也足以生产大量的液态奶。别忘了，这个品种的公牛肉质鲜嫩，口感细腻，绝对受人喜爱。这个优等生就像迷人的故事一样，起源于法国东部的道布斯县，18世纪经过对瑞士的胭脂红花斑牛长期选育而成。它们的数量现在约为150万头，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泌乳的母牛就有68.5万头。不得不说，在法国，它被列为一种主要的乳用品种。这个系列的公牛巨大有型，成年公牛的体重可以达到1100至1200公斤，平均身高150厘米。想象一下这样的体型，足以让全家人大口吃肉一整年。而母牛的产奶量也令人惊叹，平均产奶量达到了6770公斤，乳汁率 3.85%， 乳蛋白率 3.38%。回过头来看看我国，1987年我国从法国引进了169头蒙贝利亚牛，其中怀孕母牛158头，青年公牛3头。其中，在新疆呼图壁牛场的蒙贝利亚牛，平均产奶量达到了6668公斤，乳汁率 3.74%。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乳汁率和产量。这就是我们的优等生蒙贝利亚牛，或许你现在正喝的牛奶就是它挤出来的哦。第7名，德国安格斯牛。无论是在牛肉消费市场，还是肉牛的研究领域，大家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安格斯牛是肉质最好的肉牛品种之一。它与日本的神户牛、意大利的奎宁牛、法国的夏罗利被吃货们尊称为世界4大牛，是牛肉界的迈巴赫。这种牛成年后，体重通常可以达到900公斤，然而这并非是它重量的极限。在德国，将它与本土牛杂交后产生出的德国安格斯成年体重可以达到1200公斤，高达148厘米，在当地也称这种牛为德国黑斑牛。相比传统安格斯，该品种成熟更早，产犊更容易，产犊率更高，并且犊牛死亡率低得多。德国安格斯牛的性格也更加温顺，更易管理，它比原来的安格斯更大更瘦。这对于那些偷懒的农场主，但是又渴望大口吃肉的人来说，简直是梦中情牛啊！第6名，夏洛莱牛。夏洛莱牛，这个原产于法国中部夏洛莱和列夫勒地区的牛种，是欧洲最大的肉牛品种之一。它们因生长速度快、出肉量多，而深受全球市场的热烈欢迎，已经在68个国家和地区被引种，赢得世界性肉牛品种的美誉。这个品种的牛可被誉为牛中壮汉，成年公牛的体重能够达到惊人的1000至1650公斤，而母牛的体重则在700到1200公斤之间。那么你知道吗？和其他常见的肉牛相比，夏洛莱牛的生长速度更快，仅6个月的时间，公牛犊就能长到250公斤，母牛犊也能达到210公斤。让法国农场主感到惊讶的是，夏洛莱牛的出肉率能达到高达60%到70%，瘦肉率在80%以上，完美地满足了当时精品牛肉市场的需求。然而，你以为它们只能提供肉吗？夏洛莱母牛的泌乳量非常可观，一个泌乳期可以产出2吨的优质牛奶，这足够供一个家庭一整年的牛奶需求了。此外，这种牛的适应能力极强，能适应各种环境，甚至能长寿至20岁。除了肉品和牛奶能提供力量来进行农场劳动，也是它们的优势。你肯定不会让3600斤的壮硕体型闲置在农场里。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数个潜在的不足之处。首先，夏洛莱牛难产率高达 13.7%， 经常需要采取剖腹产。其次，夏洛莱牛的蹄病比较常见，发病率高达 33.8%， 因此这种牛主要在平原地区放养，以减少蹄部磨损。听起来，夏洛莱牛可能会不耐烦地说：你既然让我下苦力还吃我的肉，让你照顾一下还不耐烦吗？第5名，南德温牛。有人知道温和的巨人是指哪一种牛吗？这其实是英国原产的南德文牛的别称。这种牛在经过多年选育后，被引入到澳大利亚，并成为了肉用品种，并且在1996年，南德文牛从澳大利亚被引进到中国。为什么它会被选定引入到国内呢？那是因为南德文牛具有生长快、早熟、耐粗饲、适应性强等特点，使得南德文牛可以帮助改良我们国内本地黄牛，提高产肉性能。谈及南德文牛的体型，你会发现它们可以生长到非常巨大，平均体重可达1600千克，
甚至记录显示，最重的南德文牛的体重达到了令人震惊的2000千克。那么，看到它们巨大的体型，你能否想象出这些牛被人们养殖的主要原因呢？是的，你看出来了，正如你所想，它们是被主要用作肉用的牛种。但如果我告诉你，其实它们的产乳能力也是相当不俗，你会感到惊讶吗？南德文牛的平均产乳量为3364公斤，乳汁率达到了3.9%。这种大型公牛还可以被用于农场工作，也能工作到它们12岁的高龄。它们因其牛奶和肉质而备受欢迎，母牛甚至可以繁殖长达15年之久。由于这种牛种的寿命长，所以只需要少数的母牛就能改良整个牧群。现在想象一下，你是一位牧场主，你会选择这样的牛种吗？第4名，罗曼高拉牛。罗曼高拉牛是最大的牛种之一，这种动物的体格强大，肌肉发达，充满力量，看起来是不是非常引人注目呢？公牛的体重约为1250公斤，母牛的体重约为750公斤。这个引人入胜的品种来自意大利的埃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罗曼高拉牛是灰牛的波多利克种群的一部分。早在1900年的巴黎，罗马尼奥拉牛就被评为最佳牛肉品种。想象一下，那个时候的人们在品尝罗马尼奥拉牛肉的时候，他们的脸上会是怎样的惊喜表情呢？然而，你是否好奇，当初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培养这个品种的呢？是的，答案是，它们具有巨大而有力的前肢和后腿，这让它们非常适合进行草场或农田的重型工作。时光飞逝，到了第2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的进步，育种策略完全改变，转向了对牛肉产量的追求。为此，人们尝试了与契安尼纳牛的杂交，以提高产肉量。然而，这个尝试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第3名，曼安茹牛。就如它的名字一样，它来自法国的曼安茹地区。平均来说，它们是世界上第2或第3大的牛种。这种牛的体重平均能达到1400千克，肩高约为170厘米，并且被养殖用于奶和肉的生产。其中该品种最重的记录重达4000斤。这种牛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能很容易地增肌和储存脂肪，这为那些饲养者们带来丰厚的投资回报。虽然公牛可能脾气暴躁，但母牛的性格却非常温顺。这头名叫法塔德的公牛，在2016年巴黎的国际农业展览会上，被官方验定为世界上最重的公牛。第2名，婆罗门牛。看到这个背上长着驼峰，并且耳朵酷似兔子的牛，你或许会好奇，这牛到底是跟兔子还是骆驼劈腿了？那么事实到底是如何呢？婆罗门是印度的最高种姓，与众神沟通，传达神的旨意。在印度教眼里，婆罗门是神的代名词，这个名字被赋予了无数特权。而在食客眼中，婆罗门这个名字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有着超高地位。婆罗门牛最早起源于印度流牛，被当地人奉为印度神牛，不可食用，不可屠宰，也不可出售。直到1885年被美国引入，用数种肉牛杂交，才培育出了如今婆罗门牛。经过几个世纪暴露在食物供应不足、害虫、寄生虫、疾病和热带极端的环境条件下，当地的牛磨练出了很强的适应力。它们有短厚又光泽的毛发，能反射大部分阳光，皮肤呈黑色，使它们能够在正午的阳光下吃草而不感到痛苦。它们的脚向上弯曲，有时向后倾斜，它们的耳朵是下垂的。这一品种还自带驱蚊的能力，它们的汗腺非常发达，从皮脂腺分泌的油脂具有独特的气味，并且据称有助于驱虫。一般情况下，公牛的体重在1600至2200斤之间，母牛的体重在1000至1400斤之间。婆罗门虽然体型中等大小，但出肉率却很高。婆罗门牛肌肉发达，粗蛋白含量高达 22.19%， 脂肪和胆固醇的含量相对较低，是优质的蛋白质肉类食品，对追求健康低脂生活的消费者有着极致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婆罗门牛还有个好性格，合群，聪明且温顺，是少有的能放心与人互动的牛。有些牧场甚至会提供骑行婆罗门牛的活动。第1名，契安尼纳牛。
你是否知道存在一种牛种，不仅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牛种之一，而且是体型最大的牛肉品种？这种牛就是源自意大利罗马帝国的契安尼纳牛。契安尼纳牛最初是一种古老的耕地用牛，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和工作条件。难以置信的是，公牛的体重可以达到惊人的1780公斤，母牛的体重则约为900公斤，而即使是出生的契安尼纳牛犊也可以达到50公斤。也就是说，这些牛在出生时就已经比其他许多牛种重了。除此之外，契安尼纳母牛的繁殖力也很强，很少有难产的情况，这对农场主来说可省下不少请兽医的支出。契安尼纳牛有一个突出的特性，那就是它们长肉的速度非常快，在所有牛种之中，它们平均的日增重达到了1.23公斤。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契安尼纳牛被引入到我们的国家，并与南洋牛进行了杂交。这个新品种的日增重可以超过1000克，屠宰率高达60%。然而，一切都有利弊。尽管这种新的杂交品种体型大、增重快，但是它们的骨量大，肉产率相对较低。此外，因为它们的肌肉组织紧实，相比南洋牛，其牛肉的嫩度较差。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喜欢口感扎实的肉食爱好者来说，这可能正是他们所喜欢的味道。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看完所有内容的你，一共吃过这里面的几种牛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看看谁是真正的吃货。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点赞、订阅、关注支持阿军，也可以进入我的主页，里面有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的批阅。好了，那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